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细优战法频道。昨天我们看到美股冲高回落，最终呢它是高开低走之后下跌了0.32%，但毕竟呢冲出了一个新高，这符合了我们 K 线细优战法当中对本轮行情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优的一个判断。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在6月2日看到了悟空阳线，然后走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那么最终呢它的唐僧阳线在昨天夜间已经出现。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完成之后，它在上方已经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结构，那么行情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还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在这种多头趋势影响下，上面形成4次等位置波峰的情况下，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因此呢，对于多头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非常容易在短期在下周行情当中冲出新高，最终呢导致美股重新启动它的一轮牛市行情。那么在昨天和前天的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目前为止，在日线级别上从低点到高点，它的反弹幅度已经达到了7%左右。在这样的反弹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虽然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它的八阶阴线已经被多头完全吞噬掉了。所以呢，这2根阳线呢就不构成妖怪K 线了。妖怪 K 线呢是干扰了我们对空头趋势判断的一个震荡 K 线。那么走到这里面，行情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多头的信号，但在这个位置上要辩证的去看因为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轮小日线级别上涨细优，证明了一轮小日线级别上涨已经结束。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一个关键性的均线系统已经逐渐的下移过来。这2条均线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在26,500美金附近，对比特币的价格起到了一个压制作用。那么并且呢，昨天美股是一个冲高回落，它是一个阴线，因此呢，在比特币出现一定反弹之后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比特币目前行情当中的一个多重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的影响下呢，这个痛点很可能让比特币的价格重新出现回落。因为在目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是相对于美股弱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美股上涨，比特币不涨；美股一旦下跌，比特币出现快速下跌。那么昨天美股出现冲高回落就有可能在周六周日带动比特币出现一个回踩行为。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回到日线级别来看在6月5日的这一天，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走出悟空阴线之后，下方又走出了一个八阶阴线这个八阶阴线呢是在6月14日这一天出现的。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阶阴线走出来了。那么目前八阶阴线被斩杀掉了，但是行情重新回到了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呢，容易让这个行情重新回到一个下跌趋势，因为悟空还活着呢。在这种影响下呢，我们一定要重点对于多头来说，对于现货来说，一定要重点关注26,500美金，也就是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能否成功突破。如果这个位置迟迟不能突破，并且持续产生震荡的话，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是有机会有可能出现一轮与小时线级别上涨细优对称的小时线级别下跌细优的做一个回踩动作。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让我们看到以太坊是略显强势于比特币。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非常关键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交点之后的延长线的这个位置上，在0.065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这条支撑线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支撑线。这个支撑线呢，源自于21年5月，非常久远，已经长达2年多的时间。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这条支撑线有可能让以太坊在反弹过程当中强势于比特币。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日线级别的以太坊的结构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优，有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日线级别下跌细优之后，我们之前提到了这种日线级别下跌细优完成之后，根据 K 线细优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容易走出日线下跌之后的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反弹，小时线级别反弹之后呢，上方压力线是144均线和169均线那么针对这条均线，我们看到1700美金构成了以太坊目前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
重要的压力区间啊，是1700到$1730这样的一个区间，构成了一个压力区间。那么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之后啊，一定要反复切换这个时间级别啊，因为切换时间级别，我们能够从更高的一个维度上去观察 K 线系统，能打开我们的思维。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6月15日的这个下跌，目前已经完全回补啊，已经完全回补。这里构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双重巴特。双重巴特是什么呢？就是涨上来又跌下去，再涨上去，形成了一个螺旋形的几字形结构啊。这个几字形结构呢，对多空双方进行多维度的碾压就是把这个里面的筹码多空双方全部碾碎让你不清楚什么方向你空了它就涨，你多了它就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一个回补已经完成。这个回补呢，主要是针对6月15日的下跌进行的回补。目前看的是4小时级别回补之后，这个筹码空缺已经回补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伤口还依然在流血，空头趋势依旧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回补动作在上方1440均线、小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的压力下这个位置容易再次回打下来。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如果出现回踩，那么目标点位$1670。那么对山寨币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些有上涨动能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币安的涨幅榜里面看到了 AC 上涨的幅度20%，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定的现货方面的参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小日线级别的50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里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证明小日线级别已经发动了一个突破行情。在这种突破行情的基础上，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时间级别切换相对来说是一个高维度的思维方式。那么切换到4小时级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上方呢目前存在压力线是0.04到0.042这个区间，0.043到0.042的这个区间。那么目前呢，如果能够对这一个区间进行突破，那么它将会面临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动作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小日线级别上已经发动了突破，目前这个底部位置距离现价非常远的情况下，我们要设置一个止损，这个止损呢设置在0.04附近就可以，因为在小日线级别0.04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做一个止损位。那么上方预期呢是在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突破之后，如果能够形成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细流，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上方的目标点位就在0.048到0.049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日线级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的这个维度上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今天的上涨呢没有突破悟空阳线的高点，所以呢8阶阳线还没有出现。对于它来说，我们就有一个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之后进行布局。那很多山寨呢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实上的突破，比如说我们昨天提到的 CFX 虽然在50均线和10日均线已经站上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但是目前不断的正在回踩我们的一个止损位。这个止损位呢，我们给出的是一个小日线级别的1440均线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看到1440均线和169均线形成了一个死叉，这个死叉呢是一个容易把 K 线吸引下来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对于 CFX 来说，目前明显感觉不到它的强势，但 CFX 呢往往在前段行情当中它很容易跟随比特币，所以呢如果比特币能够继续上行，不断冲出新高的条件下，你是可以布局 CFX 的CFX 的。但是比特币目前正在持续震荡那对于 CFX 来说，昨天我们给出了一个进场的位置，目前呢正等待它回落过程当中达到我们的止损位虽然我们就是感觉到CFX 可能会出现一定回调，但是还是要坚持我们的交易原则。我们的交易原则在这个均线系统上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个时间级别这个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50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69均线、144均线就可以进场，那么就可以把底部这个位置144均线作为一个止损。这样呢，我们用小的亏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利润，因为在小日线级别发生突破之后，它的最终呢可能到达4小时级别的这个压力线，那再往后推可能会达到日线级别的50均线和10日均线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线。那么对于 CFX
它的这个永续合约来看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两条线，这个无所谓啊。但是这个交易原则我们一定要遵守。有了自己的交易原则，有了自己的框架，我们就有自己的底线和自己的上限。上限呢指的是预期，底线呢是我们止损的位置和仓位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抓住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右上角看到当当网的这个书的购买链接。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再见。